经理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并购案的情况。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呢，我很喜欢研究自己的客户，因为这样我可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所以这次也不例外。大家都知道，天航酒店呢是改制以后的民营制股份企业。2008年奥运会以来，国内酒店行业井喷，相比之下，天航的物业老化，管理落后，所以大概在1个月前呢，天航酒店开始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希望达成并购。苏总原本看中了星际集团，星际集团会在产品设计、服务等方面呢提供管理系统。双方呢本来郎情妾意，拟定定向增发 H 股，达成这一并购。但就在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安旅的田总。这个田总本来就是从天航出来的人。他呢以前在苏崇发手下，但是因为理念不合，所以被排挤出了管理层，然后到了安旅，受到了重任。所以说，天航集团故意输掉这场官司，不仅仅是不想支付解约金给瑶瑶，同样呢，想降低自己的股价，让星际低价入股。其实，这事儿你们家杨华在行啊，让他来给我们做特别顾问。他呀。他之前那个脑袋撞了，变笨了，不聪明了。哎呦，不行！他就是撞10次也比我聪明啊！你总，还有其他的方法？什么方法？解铃还须系铃人，瑶瑶已经协助警方抓到了原告，这正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加以利用。瑶瑶，我知道前段时间呢，你经历了很大的委屈，当然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所以呢，我今天真心诚意的向你道歉。姚经理，尹总前天在高层会议上主动做了检讨，还为你申请了奖励，10万元奖金。不光这样啊，尹总还在大会上倡导全公司的客户部全都要学习你的事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宣扬。哎，你就别谦虚了，公司还决定啊，将管家服务重新作为特色服务推出，你来做带头人，自己挑选组员，统一由你来培训。集团考虑啊，要做高端公寓管理。都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宣扬。哎，你就别谦虚了，公司还决定啊，将管家服务重新作为特色服务推出，你来做带头人，自己挑选组员，统一由你来培训。集团考虑啊，要做高端公寓管理，高端公寓执行管家式服务，我们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哦。哎，对了，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消息，何东娜撤诉了。不光这样，他还愿意向所有的媒体啊澄清之前所有的纠纷都是误会，并且啊向你当面道歉。是啊，姚经理，到时候呢我们会召开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上，尹总会不会公开道歉？啊，行，我这就跟你道歉，真对不起。事情说到这份上，咱们就别绕弯子了。要不是这一次的意外，何东娜的黑锅我就背定了。我没有天真到会相信那些服务员和保安会在法庭上做伪证是出自他们的个人意愿。我更不会相信我给律师提供的视频证据会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然后又突然出现。尹总，在你的眼里，我一向是一个不听话的员工，好像只会给你和公司带来麻烦。不过通过这一次的事情，我也彻底明白了，您究竟有多讨厌我。我绝对不会和一个曾经在背后捅我一刀、出卖过我的人握手言和。有些东西呢，是钱买不到的。
信任就是其中之一。尹总，如果你真的想留住我，我倒是可以给你一条路走。你说，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我要你引咎辞职。菲菲，菲菲，菲菲，俊辉打来电话，说你手机关机了，来，快接一下，快点儿，菲菲，快点儿啊！啊！哎，这孩子你。是。喂，阿姨。俊辉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不小心挂断了。菲菲在睡觉，怎么叫都叫不醒。菲菲没事吧，阿姨？哦，没事没事。我已经看过了，他不发烧。俊辉啊，你跟菲菲是不是闹别扭了啊？没有。菲菲脾气是不太好，她要是做的不对，你告诉我，阿姨批评她，好不好？年轻人在一起吵吵闹闹的很正常，有事别憋在心里，说出来就好了。啊，我知道，阿姨。阿姨，我这边有事，先挂了啊。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啊。哎，搞不定啊？完全搞不定。理解。哎，这天行的尹总蠢得不可理喻啊！实在不行的话，换个招试试。我呢，明天亲自去找瑶瑶。要是我再失败了，咱们再想其他办法。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你前几天还说人家道德败坏呢，你跟我一起去，不怕人家给你泼水啊？那泼硫酸我也跟你一起去啊。瑶瑶这个人我很了解，很固执，她决定的事情一般很难改变。不知道。哎呀，咱们各自回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困难的问题就留给明天吧。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看小薄荷。你要见谁？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我呢接了一个融资公司的委托，你们家瑶瑶是我们策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不是我们家的。你别紧张，我又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之前谈过恋爱很正常，她长得那么漂亮，哪个男的不喜欢漂亮的女孩啊？你怎么知道？你听谁说的？你看，这不就承认了吗？你这个人就是藏不住任何的秘密。不可能，这种事情一定要经过当事人的叙述。如果你没有听过，你以为你掌握的信息全都是你的偏见，或者说偏见带来的误判。好，那我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再问你一遍，你们俩是不是谈过恋爱？我跟瑶瑶是从小一起在弄堂里长大的，但是谈恋爱是考进大学的时候，分手原因也都是我的原因。那个时候不懂事，分手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直到前几天我们在法庭那才重新遇见。那你上次干嘛骗我说你们是发小呢？因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而且我也不想因为已经过去了的事，引起我们之间的矛盾。觉得那你就承认呀。我觉得谈恋爱很正常，谁没谈过恋爱呢？而且你就要说出来呀，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交流呀。你觉得呢？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真奇怪。那我现在大方承认了，你开心了一点吗？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俩第一次牵手是在什么时候呀？这跟这个案件有关吗？幼儿园6·11汇演的时候。我是说，成人了以后，你们俩变成情侣以后。哦，大一。第一次约会呢？大一寒假约他去看电影。第一次接吻？也是那天。你记得这么清楚啊，真浪漫呢。啊，这就浪漫啊！我都不知道。是啊。那我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吧。如果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你会跟瑶瑶复合吗？说实话。是啊。我觉得你这个假设不成立。因为时间是不可逆的呀，就算有平行时空，我也不可能能控制到那个时空的我的决定啊，对吧？咱们现在不聊平行时空，就聊此刻当前我面前这个你，你的个人意愿，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你会跟他复合吗？聊这个也没有意义啊，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去讨论很无聊哎，你觉得呢？对吧？你去哪？我不生气啊，我没有生气啊，我看起来像生气的样子吗？我很高兴啊，浪漫的人晚安。你有没有笑得这么大声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真的对你们家杨华是彻彻底底的服了。是。哎，你跟他翻脸了吗？当然翻脸了，肯定翻脸。我跟你说，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个字儿都没跟他说。哎，大哥倒好，更气人。早上起来跟没事人一样问我说：“咖啡要不要喝？要热的还是要加块冰啊？”我看他长得跟块冰似的，加冰。哎呀，好了好了，别在我面前花式秀恩爱了。你们俩呀，就因为孩子不在身边，所以还跟新婚夫妇一样。去，好好工作。等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替你好好敲打敲打他。晚上吃什么饭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带上杨华早点过来。提起他我就生气。桃子，晚上聚会别忘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来啊！我们辩论队好久都没有聚了，大家都想你。哎，桃子来吗？桃子来，我肯定来。能带家属吗？带什么家属啊？好不容易能有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出来了，哎，谁都别带啊！不带家属，我女朋友不让我去，马上走。看什么呢？笑这么开心。咱们辩论队今天晚上聚会，这次人到的特别齐，要不要一起去？一般这种同学聚会混得好的才去，我就不去了吧。不是您都顶流了，就别谦虚了。我是觉得我去啊，肯定给这帮男的压力。你说我去了，他们怎么聊女人啊？怎么聊自己成就感啊？怎么吐槽自己老婆呀？不怼他们对不起我自己，怼他们胜之不武，没意思。你美，你说了算。今天下午我约瑶瑶2点半。有方案了吗？没有，你呢？有一点小灵感。行吧，路上说吧。好。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咱们之前在律所见过。
没想到你也是程宇辉的律师。姚经理，我们这次来，陶律师、秦律师，如果你们是想说服我接受尹总的要求的话，就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向天航递交了辞职报告，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为天航站台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在这里跟你说的那些话？当然。上一次我是原告的律师，但是我知道，整个案情当中，你是唯一一个没有犯错，且承担了巨大损失的那个人，所以我劝你道歉。有可能伤害了你的自尊心，但是至少保全了你个人的利益。陶律师，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所以我才会答应跟你们见面。但我这个人吧，就是有个臭毛病，只要我觉得是对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坚持到底，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如果你们今天来是给尹总当说客的话，那我可能要再一次让你们失望，不好意思。稍等，稍等，姚经理。韩慧婷你认识吧？女，27岁，酒店员客房部经理。7个月前在工作时遭到 VIP 客户的骚扰，却反被客户投诉。那个时候你还帮她申诉。后来她被调去了前台。张月清，女，37岁，酒店员客房部经理。金小云，女，42岁，酒店员餐饮部经理。孩子今年刚上高中。柯良，男，45岁，酒店员保安部经理。还有很多，这些人你应该都很熟，他们都在下一批的裁员名单里。秦律师，你什么意思？我相信这份名单你应该挺熟悉的，这是天航近6个月内人事调动中很小的一部分，范围几乎包含了除了财务部以外所有的部门。辞去这些工龄长的呢，换来年轻的，可以节省30%到50%的人力资源。被辞退的这些人呢，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被辞退以后，他们很难找到与之前工资相匹配的工作，并且这些人是当今社会上家庭负担最重的一批人。你到底想说什么？我知道，这些人被辞退了以后呢，通过工会找到集团高层，发起了联名倡议书，希望其他的中层管理者给予他们支持。姚经理，你是少数在倡议书上签字表明立场的。但公司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改变他们的决定。但是，你却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瑶瑶这个人呢，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她年幼丧父，妈妈身体又不好，所以呢，她从小就很懂事，很会照顾人。她小时候啊，就是个假小子，打架、打球都是一流的，个子又拔尖，所以呢，在他们那一片，她是个小首领，喜欢帮被欺负的同学出风头，很有女侠风范。你都从哪获得这些小道消息？私人独家消息。这样就好理解了。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于他的性格，都是有改变的。所以啊，咱们一味的呢去拿利益劝说他，估计是不行的，得拿义气打动他。义气，我都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支持。可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义气在哪儿？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苦衷。可能他们觉得当初我帮他们就是举手之劳，但他们要是帮我的话，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理解，但是我不认同。没有人天生就必须要帮谁的，就像你们律师，也是收了钱才会替别人争取利益。所以，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利益受了损害就自己去争取。如果一个人都放弃保护自己，整天就期盼着别人施以援手的话，会不会也太天真了？我不认为靠义气就能打动瑶瑶，她一路奋斗到今天，全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打拼出来的，所以她眼睛里揉不了沙子。她现在和尹总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哎呀，
老派的男权思维领导，碰上瑶瑶这样强势的女强人，简直就是天敌。咱们现在呢，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瑶瑶身上。如果能劝得了她，那还好；如果劝说不了的话，我估计她自己也别想全身而退。我的白衣骑士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除了安旅，还有2家集团对天航酒店都很有兴趣，正在秘密的接触。最有希望的应该是那个南洲集团。听说南洲集团的蒲总跟苏崇发是好朋友，他们以前一起在大学进修的，私交关系非常好。所以，如果南洲集团能跟天航一起对抗安旅的并购，安旅失败的可能性是很大。他们什么时候能谈妥条件？最多1个月。姚经理只需要最多1个月一期的配合，这1个月无条件的配合天航所有的宣传，为并购营造最好的条件。1个月后，姚经理，你想辞职就辞职，不想辞职的话，我们也可以为那些被辞退的员工争取更好的违约金，并且改善集团内部对于女性员工不是那么友好的工作环境。这样做的话，并不违背你的本意，还可以施惠于人，何乐而不为呢？你们能说服天航的高层？说服不了，我们就不来了。我们既然提出来了，就一定能做到。这也是我个人给你的承诺。你为什么要帮瑶瑶？为了顺利推进这案子进展。别以为我傻，瑶瑶是挺漂亮的，别说男的喜欢她，我作为女的我都喜欢她。要不人家是杨华的前女友，你不觉得你俩挺像的吗？我们俩哪儿像了？我说的是外在，不是内在。你们都是那种特别独立、要强的女人。哎，等等，我本来觉得独立要强是褒义词，但听你这么说，独立要强的女人，我就觉得你在损我。因为我觉得女人的本性就不应该像你一样强悍。这个我不同意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天性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如果生活对我很温柔，我必温柔回敬他；如果生活对我下手，我肯定大嘴巴子抡回去。这事儿不分男女。能打过吗？打不过怎么办啊？打不过跑呗，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休息，养精蓄锐，卷土重来。行，没白活。哎，我还有个事儿问你，不太明白。说，这天航集团的资产到底有什么特别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打破头的抢？智慧物联城知道吗？不知道。那边有一个规划，将打造全球新能源最大供给的新能源物联城，它是未来城市的一个雏形，将会大量采用机器人、AR 和 VR 技术，而且会入驻很多的企业和高素质人群。天航集团的4个物业酒店就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前途会非常的乐观，而且胡平也参与到其中。确定了吗？现在还是论证阶段，但是一旦公布，天航的股票至少翻一番。问完了吗？明白了。没问题了。谢谢老师。同学聚会你不去了？我跟你去同学聚会不合适。我今天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如果结束的早，我去找你们。行，我先走了。拜。